你有來過南投集集武昌宮嗎？一場毀滅性的地震，將雄偉的宮廟瞬間壓扁成半層樓，鋼筋扭曲成 S 型，斷垣殘壁觸目驚心，但三尊玄天上帝神像卻奇蹟般完好無損，更在震後開始長鬍子，年復一年，鬍鬚已超過30公分，仿佛在地獄，上帝公陪着你們。南投集集武昌宮主事北極玄天上帝，是南投縣級集鎮的信仰中心，也是921地震遺跡中的知名地標。日治時期1923年建廟，深受當地信徒的依賴。1990年，信徒捐出土地擴建廟宇，經過8年的浩大工程才完竣。剛完成6個月後，卻遇到了921大地震。因其位於震央，新建的廟宇從2層樓塌陷至1層樓。三尊玄天上帝的神像今生並沒有被壓壞，反而出現了無法以常理解釋的神蹟。據說當時神明托夢給廟公，請他趕緊將金身移出，否則下一次地震可能就會壓壞了。幸好在於震中搶救神像，搬出來以後，神像先暫時放在臨時搭建的房子裡讓信眾膜拜，晚上再寄放於別的宮廟中。這樣的日子持續了1年多，直到2001年才在旁邊蓋了臨時的宮廟。塌陷的廟經過數年，至今仍保留災後原貌，集集鎮唯一保留921地震遺跡的熱門景點。集集武昌宮自921地震發生後，這三尊神像就是當年居民從湖北武當山請過來的玄天上帝。神像搬出來後，還是希望可以蓋一座新廟，於是神明又托夢表示錢不是問題。然後過了一段時間，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，正殿中的三尊玄天上帝的鬍子年年增長，至今已超過30公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黃色標示牌上的數字就是代表民國88到100年鬍鬚生長的長度，象徵玄天上帝隨時都在這裡守護大家平安，傳遞上帝公陪着你們的概念，成為當地奇談。信徒聽聞以後參拜更加絡繹不絕，成為集集鎮著名的地震紀念地，因此也有了足夠的經費可以蓋新廟。新的武昌宮就蓋在原本舊廟的正前方，於2013年入夥安座。集集武昌宮第2期倒塌舊廟成遺跡。舊武昌宮在1999年921大地震中倒塌，倒塌的舊廟永久保留為賑災舊武昌宮遺跡。這就是新蓋好的武昌宮。武昌宮主事玄天上帝，右側配祀觀音佛祖，福德正神；左側配祀太乙真人、天上聖母、媽祖、祖師公、濟公禪師。玄天上帝又稱真武大帝、北極大帝，是道教重要的北方大神，象指镇守與戰神，源自對北極星的崇拜，被視為玉皇大帝麾下驅邪治水護國的神祇。玄天上帝通常以披髮顯足、腳踏龜蛇、手持7星劍的威武形象現身，掌管北方水族，消災解厄、助旺事業。在明朝時受官方大力推崇，在台灣民間信仰中亦是香火鼎盛的神明。聖誕農曆3月初3。正當我們拜拜完，走出正殿到廣場，看到左前方有座不明物體，像是一座橋，古色古香，還有屋頂。而且小編還跟我說，幾年前我們跟我媽媽來南投玩，就有來武昌宮了，但我都沒印象了，決定來去看看。
2019年落成的浙江泰順廊橋，全台唯一跨河純木造廊橋，長43.5公尺，完全用榫卯結構，無一丁一卯，由浙江匠人手工打造。浙江泰順廊橋就在武昌宮斜對面。浙江泰順廊橋是中國浙江省溫州市泰順縣廊橋的總稱，以木拱廊橋為核心。浙江泰順現存明清古廊橋有30多座，因數量眾多，形式多樣。泰順被稱作廊橋王國，中國廊橋之鄉。浙江泰順的廊橋是中國鄉土文化的實物見證，其橋梁結構與北宋名畫《清明上河圖》中的汴水虹橋近似。泰順人集100年來一直稱廊橋為蜈蚣橋。廊橋以木拱結構為主，橋身以榫卯結構搭建，不使用一根釘子，特殊工法被列入世界物質文化遺產之一。廊橋中供奉了一尊月老星君，讓希望得到美滿愛情的人踏上愛的橋梁，誠心向月老祈求好姻緣。泰順廊橋2019年完工，中國浙江省捐贈交流，不用去浙江，現在集集武昌宮就可以觀賞浙江泰順廊橋的樣貌。廊橋除基本交通功能外，還具有以下功能：為邊木拱提供結構支持，遮風擋雨，為木溝橋梁提供保護，供人休息，提供民間神俗信仰場所，提供聚會交流和商貿交易場所等。集集武昌宮市集就在武昌宮新舊廟宇之間，空間很大，販售在地特色商品如蜜餞、茶葉、水果等，提供給參拜香客與遊客逛街購物的地方。第一次看到佛手柑本人，賣蜜餞的小姐說這是佛手柑，屬於柑橘哦。佛手柑果實非常特別，呈現肉條狀，酷似多根手指在同時伸展，顏色鮮黃。果皮帶有清新柑橘芳香，常作為觀果盆栽，供奉神佛聖品，可製成蜜餞或切成薄片倒保存，用來泡杯風味絕佳的佛手柑茶。佛手瓜原來跟佛手柑不一樣，龍鬚菜的果實佛手瓜，葫蘆科植物屬瓜類，外表微微青綠，長得跟芭樂很像的佛手瓜，而食用龍鬚菜其實是同根生。龍鬚菜是新生的嫩莖，佛手瓜則是在適當溫度下才會長出的果實，兩者屬於同一種作物。柚果的果形帶有光則呈鮮綠色，果皮也較細嫩，未硬化，表面縱向的溝痕也會比較淺，吃來比較鮮脆可口。來集集別錯過這座融合災難教育、宗教神蹟與浪漫元素的武昌宮。它不只是一座廟，更是台灣人堅韌重生的最佳見證。距離集集火車站僅15分鐘步行，絕對值得停下腳步，親身感受這份震撼與溫暖。節目就到這啦，希望你會喜歡。我是 Mark Lu，我們下期見。